现在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什么东西一旦涨价呢，买的人自然就少了。可是有一款非常厉害的，叫做肥宅快乐水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说它代表了美国精神，在涨价之后呢，利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增。它就是著名的可口可乐，每个人相信都喝过吧？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可口可乐2022年第一季度非常漂亮的财报。以及可口可乐一路在疫情战争期间，它是如何发挥它的著名的营销攻势，一路一些大的举动走到今天的。想看历史部分的，请直接跳到下面这个时间。那这么著名的可口可乐啦，在2020年的疫情中呢，也是遭受了重创。餐厅啊、体育馆、电影院这些可口可乐非常重要的销售渠道被迫关闭了。当年的销售额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可口可乐也一度扛不住了，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随着疫情限制逐渐的放宽了，可口可乐它就迅速的恢复了。在截止到去年12月31日的2021财年，你知道吗？可口可乐的收入增加了17%，达到了387亿美元。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这个数字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报告的373亿美元还要高啊！美国可口可乐公司预计这一势头将持续到2022年底，并预计销售额增长率将达到7.5%。在全球股市都在大跌的时候，可口可乐的表现给投资者带来了一丝安慰。今年以来呢，可口可乐的股票上涨了11%，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我们知道，通过涨价，可口可乐把增加的成本呢转嫁给了消费者，抵消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影响。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它的利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消费者却愿意支付这个溢价，宁可承受了生活成本不断飙升的压力，可见这个快乐水的威力有多大。那这款快乐水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它有哪些品种？除了可口可乐同名的这样一些饮料销量不断增长以外呢，可口可乐也在不断的收购其他很棒的饮料。比如说，它在2018年以折扣价就收购了 Body Armor 15%的股份。那这次呢，就通过了今年的支付56亿美元现金，收购了剩余85%的股份。那这次收购的这种导向呢，明显的表示出管理层已经意识到消费者正在寻找更健康的选择。此外呢，可口可乐一直忙于开发古怪的新口味，并淘汰了一些老口味，试图与年轻的消费者保持联系。您可能不知道，可口可乐在历史发展上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最初呢，可口可乐是含有古柯碱的，曾经被吹捧为最美妙的这样一个补药的可口可乐，是这样作为世界最大的饮料公司，是继苹果和 Google 之后的全球第3大有价值的品牌哦。全球有数百万人将这个品牌呢和幸福联系在了一起。究竟怎么联系的，我们也不清楚，但人家就是觉得喝这个就很幸福。令人惊讶的是呢，这种红白相间的可口可乐标志已经被世界上94%的人就认可了。然而，尽管其拥有庞大的规模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品牌知名度，还有一些事情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全世界消费者每天饮用可口可乐的饮料数量达到了19亿瓶。是的，还有一些人觉得它特别好用。发现它可以用来从车道和车库的地面清理机油哦。有人实验发现，把大量的可乐倒在机油的污渍上面，让它泡沫浸泡1个小时，然后用软管就可以将它清洁得一干二净。可以看来，大家传闻中说用可乐来洗马桶，也许是真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著名的伯克希尔的董事长巴菲特，不仅是可口可乐的大股东，也是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他拥有近10%的可口可乐的公司的股份，并持有了25年多。据他自己说啊，他每天至少要喝掉2.5升以上的可口可乐。要知道，他现在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老爷子呢，这个故事也非常多，我们可能最近会再开一集。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可口可乐作为一个这么强大的饮料巨头，旗下拥有21个不同的品牌，每个品牌的年销售额均超过了10亿美元。总销售呢，大约有3900种不同的饮料。在历史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从2016年，他们就共同创造了418.63亿美元的年收入，以及65亿美元的净利润额。而且可口可乐公司呢，可能是这些世界上最善良的大公司了，因为它每年都非常的喜欢分红，将大部分自由的现金流量呢回馈给投资者。2016年，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向股东回报了84亿美元哦。而2017年呢，可口可乐继续坚持了第55年的上调股息。
可口可乐公司呢，也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坚持将他自己每年营业收入的1%投入到自己成立的慈善组织可口可乐基金会。别小看只有1%，要知道这么大一个盘子，那也是4-5亿美元了，相当于一家上市企业的市值了。那这个慈善基金呢，它有3个领域是优先服务的，包括妇女的经济赋权和他们的创业，以及水的保护和再循环，以及教育和青年的发展。自从1984年成立以来，可口可乐基金会呢，已经为这些慈善事业捐赠了超过8.2亿美元。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人们随着对健康和瘦的不断追求，让碳酸饮料的销量整体是在下降的，但可口可乐却唯一的仍然广受大家的欢迎哦。每秒钟，世界上就会有接近2万杯可口可乐被灌进了消费者的肚子。这款1886年在美国问世的饮料，最初含有可卡因和咖啡因。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Coca-Cola 中的 Coca 就是古柯，这种植物呢可以分离出可卡因。Cola 就是可乐果，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后来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可卡因逐渐的从配料表消失了。这家公司是超会营销。讲完了它漂亮的财报和这些有趣的冷知识，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在历史上几个大的事件是怎么做到这么棒的营销的。要知道，可口可乐是超会营销，在1901年，那可是100年前哦，它的广告预算就超过了10万美元。其实，在当时是个天价了。很快，可口可乐就占领了美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可口可乐销售额就占到全美气化软饮料的近1半了。搞定美国，但是不一定能搞定欧洲。20世纪20年代，可口可乐把目光瞄准了欧洲市场。和在美国不同，可乐没有因为不含酒精而受到欢迎，反而因为它含糖和咖啡因被认为是有害健康。不仅作为酒类替代品的路走不通了，而且在欧洲，敏感的民族主义者还担心说，可口可乐会对我们的欧洲的文化传统造成冲击。直到2战前呢，可口可乐在欧洲卖的都不好，只有一个国家除外，你知道是哪里吗？那就是当时的纳粹德国。30年代，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量急剧的增长。1933年，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量从最初的每年6000箱提升到每年10万箱。能在德国吃得开是因为可口可乐一直让德国人相信，可乐就是德国人发明的。他们尽可能将可口可乐的形象德国化，通过定制专属的瓶盖和海报的方式，加强可乐和纳粹之间的紧密联系。公司还赞助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提供了大量的免费饮料。据说就连元首也会在私人剧院看剧时喝上可乐。2战开始时呢，可乐原浆已经无法从美国被运到德国了，于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德国负责人发明了芬达来替代可乐，厉害吧？战争呢，让可口可乐走向了世界。可乐不但喝不醉，还能提神。美国士兵们也非常的喜爱，甚至连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这些高级将领也是他的爱好者。于是呢，可乐在战争期间就作为军需品和美国军队一起到达了世界各地，就这么给宣传了美国和美国文化。为了方便军人们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还在基地附近设立了装瓶厂和汽水厂。哇，真的是很厉害！整个战争期间呢，他们在全球共建立了近64家军用的装瓶厂，共生产饮料近100亿瓶。凭着这个极有辨识度的弧形的瓶身，美国士兵喝可口可乐的场景成了一幅天然的宣传画，让欧洲人也重新认识了这个饮料。可口可乐公司也借这个机会把它和美国精神联系在了一起，进行产品的促销。20世纪4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终于在欧洲快速的发展起来。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目前呢，可口可乐旗下拥有超过3500多种饮料，500个品牌。就算你每天试一种，全部一圈喝下来，至少也需要9年的时间。最近呢，可口可乐官宣了一款限量新品，名叫 Coca-Cola Starlight 星光可乐。作为首批在宇航员在太空轨道上喝的这个碳酸饮料，可口可乐这次号称要把太空的味道带回地球。就如同在游乐场里玩了一天，夕阳西下时吃着最后一块棉花糖。这就是一位喝过这个星光可乐的人见过对可口可乐最浪漫的形容。首先，它不是普通可乐常见的褐色，而是略带红色。其次，全新的红紫相间的包装，加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底色，一眼望去，可乐都变成了星辰大海。在此，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神秘。好了，不和大家多说了，我们下期再会。我想去试试这款星光可乐了。关于可乐背后的故事，还有其他哪些你想听的，也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我是安琪，下期我们再会。